一将胜勇追穷寇，南跨海峡收台湾。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啊。观察者网7月10号的时候说，国内的知名学者高志凯参加一场会议的时候提出了西安事变 2.0 的概念岛内的如果有识之士呢，可以效仿旧事，逼迫赖清德做出改变，推动两岸朝着统一的方向来发展。高志凯呢，并不主张通过武力手段扣押赖清德，而是运用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来达成目标就跟我以前劝马英九的时候一样，就是发一纸檄文，请解放军登岛剿匪，是不是？好吧。从这个宏观的角度上来讲呢，高志凯的这个论点呢，可以说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完美方案，最大程度上避免武统带来的人员财产的损失，也避免了外国介入的最大的支点。但是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台湾的有识之士在哪里找呢？我建议呢，在这个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实现祖国统一的时候，有合统渺茫，有武统成本太高，代价太大，中间有没有一个这个第二次西安事变可能是武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西安事变就是蒋介石率领国军把我们共产党给包围了，然后要剿灭我们共军就是我们的红军，然后突然之间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就把这个蒋介石给扣在华清池了，然后呢逼着他同意这个抗日的统一战线，然后呢使得我们中国团结一致去抗击日本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嘛等等。那现在的台湾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他能够突然之间赖清德比如说把他给控制住，然后呢倒不一定是逼着他来实现统一到那个时候把他控制住了以后，他就可有可无了，然后呢发一大堆的公告，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公告就是说有鉴于台湾岛内局势有可能失控，呼吁大陆派遣保安人员赶紧登岛，维护台湾岛内的治安。哎呀，我们的千军万马，在我的这个理想中，就是穿着保安的衣服砰就登岛了。这个不是战争行为这是安保行为而且是应台湾地方政府的邀请，我来了。然后呢，这个人不管是谁再发一条，命令台湾所有的军人警察呀、治安人员严禁他们向来自大陆的保安人员开枪，造成的任何损失什么生命什么都由他自己负担责任等等，邦当一下子三下五除二，千军万马就登岛了。武统是一个强有力的后盾，但是武统前面也许台湾有一个张学良的。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牙医重要这个蔡英文或者赖清德肯定有牙医吧，修牙补牙，然后打个麻药，咔嚓，麻药加大1倍剂量，他就晕过去一会儿。然后你就发这个公告这个公告我都可以给你准备一大堆的草稿，砰一下子几分钟就发了10个公告出来了。关键是哪儿去找这个张学良呢？我不是劝马英九劝了好几年了吗？这个粉丝老是说，嗨，百年烂党扶不上墙，你别指望他，是不是？他还是个暗卒呢。关键这个问题就是这儿所以呢，这个金灿荣先生最近呢和高志凯呢联合做了一个这个谈话节目。金灿荣先生当着这个高志凯的面就说了，他说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玩意儿不太靠谱为什么呢？因为岛内全基本上都是绿了没有一个是男儿当然和平统一台湾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好像可能性越来越小，所以武统看来越来越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在武统的前提下发生第二次西安事变，涌现出像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这样的真正的爱国意识，来帮助海峡两岸的问题的和平的解决呢？我现在只能这么说主观上大陆这边仍然抱有良好的愿望，和平统一就是刚才你用的词，和平统一对，两岸都中国人嘛，不管他认不认，血缘上是中国人对不对？就像青春期孩子说我不认不叫你爹了，但他血缘上还是你孩子，没办法。对，所以这是个基本事实。但现在客观态势确实是往冲突方面走。对，
那么最终是什么结果，谁都没法预测。我觉得上帝都不敢预测，对不对？确实。所以现在很多方案，什么天津模式、什么绥宁模式、什么北京模式，就是现在好多探讨啊。你讲的西安模式也是一种，这个，但是我直觉西安模式很小，因为现在岛内啊，整个台湾社会是泛绿的，它不是原来就两个蓝绿基本盘是一样的，对不对？现在不是了，现在基本盘是绿大于蓝了，就2/3是绿，1/3是蓝，应该这么个。有没有可能绿党里边冒出一个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你觉得不可能啊？对，第一就是说他价值观上没有，第二就是说台湾人还真没这个本事。台湾我去过不少次，就是他还是这种小皮小眼的，知道吧？就挺可笑的，那个赚个小钱呐，这种战略视野、大历史观他是没有的。个别的人有，但也是给边缘化的够呛那个。对，这个统一台湾是一个大势所趋啊。我觉得这个你估计有时间表吗？现在好像你去问呢，很多口子说没时间表，是吧？就是我们只能说有时间，在我们这边，因为我们发展的比它快啊。对，规模绝对比它大。然后那个规模是不用说了。这个88年，蒋经国先生啊决定两岸这个交流开放交流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 GDP 是我们45%，今天4%，还不到1两，确实，这个所以就差得很远了，这个。所以物理上这个形势变化对我们很有利的啊，当然心理变化对他们有利了，指岛内的心理变化，所以呢，反正你问一些部委，他们说是没有时间表的，但是很自信，是吧？态势对我们有利，所以我们不着急，没有时间表。但是呢，很多关心的台湾朋友啊，应该在3月份也注意到一个现象，3月份呢，是不是咱们国家公布了这个2035国家交通发展规划？对，有一张图，对，是不是台湾的？对，然后大家赫然注意到有一个叫京台铁路，对，是吧？北京到台北铁路啊，这个时候网民就脑洞大开，就开始想了，是，因为这条铁路一定是修海底隧道，因为桥太远了嘛，桥修不过去嘛，一定走海底隧道。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海底隧道工程。确实，对。虽然中国是基建狂魔，是吧？我们基建能力世界第一，但是难度也是很大。所以很多网民就请教专家，专家说，就这一条铁路啊，不，这一条海底隧道，这个至少是需要10年。至少需要10年。于是网民就开始反推，2025年到2035要建成，工期至少10年，所以必须2025年开解决嘛。对。所以呢，那个只有4年时间了。这就是网民的推断啊。但这个，他不是个官方态度。对，我了解官方态度好像是没有时间表，对，也不着急啊。对，但是呢，好像，但是有一些动作规划好像还是有时间表的。确实，按照这个就是国家交通发展规划呢，它应该就是2025年直接解决。我觉得海峡两岸同属中国人这一个事实，谁也否认不了。即便有人不承认他是中国人，等到台湾统一的时候，拿他们问罪，还是要把他们定为汉奸，这也逃不了这个悲惨的这个结果啊。所以我觉得海峡两岸是中国人这个大事，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对，下集更精彩哦。当然，我觉得应该呢再加一条。各位，你们觉得这个台湾岛内没有一人是男儿，是吧？可是呢，有一句话叫做千金能使鬼推磨呀。我觉得中国呢应该对这些台独的首要分子全球悬赏捉拿。首先呢，发通缉令，悬赏多少呢？你比如说赖清德50亿人民币加蔡英文俩人加起来100亿人民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各位，这就力度就到了吧？我觉得现在你要是什么都没答应，对吧？这个台湾现在这么一个全绿的土壤，岛内的独派势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团体也难以去掉岛上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殖民时代的日本流毒
对吧？还给日本殖民者设立了铜像，认贼作父。说这些人，你让他们去扣押赖清德，逼迫实现两岸统一，那是不可能的呀，对吧？你都不如设出重赏来。这军队里的将领啊、将官啊，看到钱的份上，也把赖清德给办了。大伙儿觉得呢？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